我很喜欢做研究，那曾经呢靠着这个一档引荐股，在短短1年之内就赚了200%。为什么喜欢看这些冷门股？我可以这个买在无人问津，然后可以卖在人声鼎沸的时候。哦哟。下班经济学啊，介绍了很多投资专家。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呢是逻辑投资的刘冠宏。冠宏你好。冠宏你好，大家好。是业绩冠宏，听说以前是公务人员，什么样的机缘之下让你选择人生的另外一条跑道呢？我大概在2008年那时候开始当公务员，是也差不多那个时间点，就是有了钱可以来做投资。不过2008年那时候，我主要投资的是共同基金，然后就遇到金融海啸。哇，对，那接着我就改投股票。然后那时候就是很喜欢买一些像中华电啊、中华石这些比较稳定的股票这样子，那一路也都很顺利，没什么问题。但到了2018年的时候，就我刚好要换房子，然后把爸妈接上来住，我们家老二也出生了，却我刚好遇到装潢诈骗，然后被骗了几百万这样子。你钱汇过去，但他没有帮你装修吗？对，就是他可能会不断跟我预支款项，这样说要去周转其他的工地，这样，那我就被骗了这样。是，那我才发现说，原来我这么多年的投资积蓄，却没办法去承担，就是你一次性的这样的巨额损失。而且随着你的人生的年岁渐长，其实你的支出是不断的增加。对，所以对我来讲就产生一个很大的压力。是，那我的公务生涯还算顺遂。那像最后我有当到这个科长，这样算是中阶的主管，收入是稳定的。但我在那时候就看到一个困境，是不能去兼职，因为法规不允许。是，对。那对我来讲，最合法的方式可能就是做投资。我过去投资那些股票，当然可以带给我一些稳定的收入，可是它没有办法很快的去改善我的经济状况，这是很现实。到了这个中年危机的阶段，我有2个小孩，当然那个危机感就来。三明治族群。对，而且我还要存我的退休金。对，那我父母亲未来的长照准备，我是不是也要先做处理？对，我那时候就痛定思痛，我认真的要用投资来当做我的第2事业。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做了很多的研究，那也很顺利，就是说像2020年那时候可能有投资到航运股，那2022、2023年刚好遇到这个引荐股，都是我擅长的这个股票，是，那有了好几倍的一个收入，这样。大概在2024年那时候，我的资产大概也累积到几千万的一个水准，成长算快啦，就是可能是行情也很好，所以运气也很好这样。那我评估一下，就是说，一方面是白天要上班，那我的工作常需要加班，有时候要加班到晚上8、9点，那回来照顾完小孩睡觉之后，我才做自己的股票研究，所以常常要弄到半夜1、2点，所以身体状况每况愈下。那再来是像我很喜欢去听一些公司的法说会，可是通常法说会真正举办都是在下午的时间，卡到上班时间了，对，我没办法去参加。对，然后有些股东会我也没办法请假去这样子，比如说有时候要到中南部去这样，所以我错过了很多去拜访公司跟他们建立关系的一些机会这样。对，可是呢，我觉得大家会最好奇的是，那你到底是怎么研究股票的？你的方法是什么？会让所有的广大的公务朋友们应该会觉得很励志，也很想要照着你这样的轨迹。团队最近给泽金看了一个数字，我觉得相当的惊人哦，超过70%的你其实还没有按订阅。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欢我们节目的话，现在我们来按下订阅吧。按下订阅对你来说是免费的，但对整个下班经济学团队来说，有你的支持跟订阅是这个节目能不能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关键。有一个方法适合大家参考，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找到自己有优势的部分，来做投资。对，我过去的资产累积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于引荐股。我来分享一下，像这个新美琪这家公司，就是过去资产累积有蛮多是依赖它。那一开始是怎么锁定的呢？对，我会投资引荐股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本身就对房地产有兴趣。因为当初我买的房子是在三峡，然后我就看到一个从化区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那房价当然也就中间也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这个多头时期，这样因缘机会我就开始去投资引荐股。那我才发现说，投资引荐股有一个跟我们一般投资电子股很大的不一样。比如说这个电子股是我们一般人不会知道它的订单是多少，客户是谁，什么时候出货，这些我们都不会知道。但是投资引荐股，比如说像它的销售状况，你可以在实价登录查得到。销售单价，这个建案的总销金额，你也可以都查得到。那甚至这个产品的好坏，你也不用去问公司，你直接跑一趟这个预售屋的案场，直接看它的来客量，你大概就知道它的这个销售的这个状况，这个地段的好坏，其实你都可以客观评估。所以我们作为散户，我反而可以从引荐股这边找到很多的资讯，而且可以提前来做布局。
所以刚刚讲说为什么可以看到新美齐这一档股票，其实在2022年那时候，当时股价大概才13块左右，公司还实施库藏股，可是股价还是拉不上去。是，对。但是呢，那时候公司的法说会其实就有透露，在板桥府中那边有一个建案叫做划世代，这个划世代的总销啊是146亿，他公司的股本其实很小，所以这个案子我们那时候估算一下，对他来讲，如果全部卖出去，在2025年交屋的时候，可以贡献他 EPS 大概是8块多，那股价才13块，是，对，所以呢，这时候就很有趣了，特别是这个案子已经卖的差不多，已经卖了超过90%，所以这个获利是8、9不离十的状况，所以它就是一个2022年是13块，那2025年可能股价会有翻倍，甚至更高的一个表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就看你要不要去等。是，那当时我们就是愿意等嘛，运气很好是不用等太久，大概在2023、2024年那时候，台湾房地产就走出了一波不错的行情，它股价那时候也来到了30到35块，那你就可以顺利的把它获利了结，那提前就达到你的这个财富目标，所以我觉得我们散户就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提前去找到一些投资机会，用时间跟耐心去等待你的报酬。是，营建股算传产股嘛，对不对？所以你在传产股上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可是呢，我看到就是你在2025年开始转向 AI 嘛，是因为 AI 特别的热门吗？还是你有其他的考量呢？我们就先讲房地产好了，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到打房政策非常的逆风，不管是贷款贷不到啦，银行不给借啦，对呀，多的理由。其实整个传产都面临到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第一个，比如说我们讲关税，我们讲这个最近比如说伊朗战争，其实他们都会对客户的订单带来影响。是，像我有去问一些传产公司，他就说伊朗战争一开打，客户就跟他讲说你的订单我要先 cancel。或是我要先暂缓，因为他也不知道那个战争会持续多久，那对消费者的影响是什么，你不知道。像我去年还有投资一家公司叫威宏 KY，他本来在这个泰国跟柬埔寨都有设工厂，然后是做精品包的代工，生意本来是很稳定，结果没想到泰国柬埔寨竟然会打起来，然后他的员工呢就从泰国流失回柬埔寨，那他就没办法生产了，所以他要赶快紧急招工，所以他的产品就做不出来。对，所以你会发现对这种传产股来讲，关税、汇率、地缘政治风险还有通膨都会带来影响。是。那另外一块是说，因为传产股相对比较成熟，它的成长率比较低，那现在是高利率的时代，对，所以我钱放银行或债券，搞不好我的获利都不输这些传产股。真的吗？对，就是他们觉得银行这个利率不好，但像美国公债现在都有超过4%的殖利率嘛，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利率已经跟过去零利率环境不一样了。那你传产股势必要有更高的报酬率，对，你才能够吸引资金进来。所以现在资金就会更喜欢去追逐一些高成长的，像是电子股，对，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是传产股逆风的部分，科技股还有它顺风的部分，就是这样一增一减才会有差异。像科技股的顺风的部分就来自于，比如说 AI 很确定的带动了科技业的大规模的投资。那同时它就催生了大量的这个需求。可是冠宏，你刚刚前面不就是说，你刚开始在选股，你会选营建股，就是你觉得你可以自己掌握这些资讯跟做功课。但你现在如果再回到电子 AI 的产业，不就同样也是会到事后才反应，知道他们的订单会下给谁？那我们要怎么去提前做这些功课？我们可以找一些产业的这个线索，是比如说像现在这个 AI 的发展带动了很多材料上面的需求，对，我们看到很多材料开始讲说什么缺货啊、涨价，所以你看供应链就对了，我们可以顺着供应链去找。那同样我也可以从公司的财报里面，可能去挖掘到他的一些客户，比如说他的客户在美股那边可能都在成长，展望都给得很好，那他们作为他的上游的供应链制造商，业绩肯定也不会太差所以我们是有一些可以对照的方式去寻找。那除了 AI 半导体的族群之外在2026年你有没有观察到一些黑马产业，也是我们大家可以特别去关注的呢？那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封测产业大家可以来做关注，因为过去大家把目光是放在先进制程，比如说台积电上面可是呢台积电它发现说它的先进制程的需求太强了，所以过去它本来有做先进封装，但它现在必须把先进封装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订单外溢出来给比如说像日月光啊这些公司，你会发现这些公司其实也在扩产，而且拉设备拉得很勤，甚至开始在买地要盖新的厂房那所以假设说我们前面先进制程已经涨了，我们后面封测产业这一块就可以来看，
而且封测产业也面临一个结构性的变革，因为过去他们封测产业会跟消费电子有比较密切的相关，但他们现在要测的就不再是手机那种产品，它要测的是 AI 的这个，比如说 GPU 或是晶片这些东西或是先进封装记忆体这些东西，精密度其实更高，检测难度其实也更高，检测时间一拉长，它的单价也会提高，所以它刚好就是单价提高，毛利率提高，产量也增加，但评价可能还没有跟上。所以我觉得它可以是一个落后补涨我们来看的一个族群。那第二块就是光通讯，我们现在都在讲今年是光通讯元年。那如果你去看下游这些光通讯大厂的展望，每一个都是什么我下半年翻倍，明年再翻倍，就是那种相当惊人的这种指数级的成长率这样子。那当然光通讯也涨了一大段了。那我现在就会比较倾向去看说，那光通讯的上游制造商，所以比如说我就去关注它的上游，比如说做金属加工的，或是做他们的这个精密构件的这一块，对，有没有一些还有补涨的空间？我们还是可以从这边去捞一点汤来喝。对，那第三块就是航太的部分，现在国人越来越喜欢出国，对，特别是疫情之后，我赚到钱，我可能也不是拿去买很多东西，我反而更喜欢出国去玩。那其实这个是全球一致的趋势，那也带动这个航太的这个需求其实很强。很多航空公司他们都要换这个机队对，或是扩编它的机队，但偏偏就是波音跟空巴他们没有这么多的产能，他们产能拉不上来，所以他们订单其实已经积压了，就是非常多年。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的供应商，比如说台湾有一些制造这些航太扣件的这些供应商，他们的业绩也没办法发挥，所以股价就是吃了就是蛮长一段闷亏这样。但随着这些下游的比如说空巴波音开始提升产能，他们的供应量慢慢开出来之后，可能业绩也会有成长，而且可能是一个长期性的成长，慢慢反应。对。那最后是厂务工程，台积电最近又开完这个法说会，对，那它的资本支出是越来越接近它的上缘，他也讲说它未来几年它其实都很有可能会再调高它的资本支出。那我们也看到像美光，它可能就在日本、在马来西亚、在台湾都有就是扩建扩厂的一个计划。对，所以其实这个厂务工程的需求其实非常强，只是说过去资金还没有轮动到它这一块。那其实我觉得厂务工程这一块未来几年是有一个成长潜力，都可以来做一些提前的关注。是有没有哪一些值得我们去观察跟注意的这些个股呢？第一个是六方科，因为我会喜欢去找一些冷门的股票。为什么喜欢看这些冷门股？就是因为像你们刚刚讲的，就是我可以这个买在无人问津，然后可以卖在人声鼎沸的时候。对，就是你可以享受一个挖宝的乐趣。这个六方科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光通讯今年是元年，未来会高成长。那它就是做它的这个金属的机构件，就光通讯模组的机构件。比如说这边可以看到它有做一些这个什么模组，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六方科它的下游的客户，比如说 Lumentum 跟 Coherent，他们在美股已经都涨了好几倍了。那六方科是股价还没动了，但是你想想看，他们这些客户为什么会涨好几倍？就是因为他们的订单展望非常的强。那你作为他的上游的机构件供应商，是不是有机会就可以承接到这些订单，来带动你未来的业绩成长？这个里面有很多猜测的成分在里面。有，但我们就可以去听他的法说会。所以比如说公司在去年法说会，他也有讲 Lumentum 是他的客户，泰国盖了一个第5厂，就是为了等这个客户来下单给他。就除了法说会我们可以去听，然后我们可以从他的客户资料来看之外，就是其实他研发项目也透露一些端倪。所以你会仔细的看这些的财报，对不对？财报其实也是可以挖到一些秘密。像这种机构件的公司，它不是无缘无故去想到一个产品，它是客户有什么需求，他就开始配合去做开发。那等到客户下订单之后，他就开始出货。对，所以其实他们的研发项目某种程度就在暗示他未来会有什么产品。所以如果以六方科的研发项目，你就会看到他有做一些跟水冷有关的。那公司去年在讲做水冷的东西，今年水冷快接头就开始出货。所以水冷的产品就是它的一个成长动能。那另外他有说他有做半导体的一些显影的装置，所以它跟半导体设备也有关。这些都是它潜在的成长动能。是，对。那还有没有什么别支也是你有关注到的呢？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航太需求。那台湾有很多是在帮引擎啊或是飞机做一些这个金属扣件。那像我在里面我就找到丰达科这家公司。
那它有什么利多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有讲，这个全球积压的订单非常多，是，所以理论上它未来的成长就是可以看这些订单，订单能见度越长，它的成长的时间就可以拉得越长。那第二个就是未来的这个航太的周期，因为我们刚刚讲，如果大家都想要搭飞机，那我老机要换新机，对，那我老机可能要保留，我也要做维修，所以他们这一块的需求其实还是很强。对，那再来是他刚好遇到一个竞争对手，美国的扣件大厂 SPS 在去年的时候遇到大火，所以它的产能就付之一炬。那变成说它的很多客户就只好来找丰达科一起做开发。那它这种开发上，航太的开发周期其实很长，而且它要通过认证，它才能够真的去使用，因为这关系到就是飞机上面的几百条的这个人命这样子。那他去年就有透露说，他现在跟客户开发的这个件数有1441件，年增率是超过100%。那如果这些产品都能够顺利量产，那是不是代表说它未来的这个订单的成长是非常可以期待这样？那再来就是它也为这件事情准备产能，所以它在今年它有一个马来西亚的 M1 厂要做扩产，而且它的那个土地储备是它未来2026到2028年它都可以持续的来做扩产。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它其实已经做好准备，那未来准备迎接一个成长的周期。是，不过现在台股已经来到了一个就是市场非常的热络，前一阵子还有那个成交量破1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惊人的。那这样情况之下，说我们投资朋友要怎么来看，就是目前的股市还能不能继续投资下去呢？我觉得有几个指标可以参考一下。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市场的成交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柜买市场，我们就看这几个交易日好了，它的成交量啊，甚至已经远超过前几个月的这个平均值，那甚至完全都跟去年不能比，搞不好都是去年的2倍了。某种程度就代表说有大量的资金，甚至是融资的这些资金都进到这个场内来，那这个可能就是市场的过热的一个指标。那第二个就是大盘的融资维持率，这个是最近我们就看到它超过170%。为什么这个数字值得大家注意呢？过去的周期性是这样，大概大盘融资维持率在130% 到170% 内都还算正常，那低于130% 可能就代表说市场已经过度悲观，但超过170% 就代表大量是属于融资借款杠杆的资金进到市场。那不是说这样股市就不会涨，但是对投资人来讲，其实你就是可以稍微去降低你的这个风险，因为可能市场就处于一个过热的这个状况。对。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可以观察这个社群的气氛，比如说当社群的人啊都在讨论这个股票，然后每个都在秀自己的对账单，没错，就有点危险了。对。那还有就是我们也去看法人的报告，因为有些法人的报告他为了去满足那个股价已经涨太多了，他开始用什么2027或2028年的获利，然后去乘以20-30倍甚至40倍的这个本益比，来让它的目标价合理化。那这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相对的警讯，因为毕竟未来事情很难说，但市场已经提前反映未来的一个很强烈的这个利多，那我觉得都是我们可以小心的地方。是哇，现在呢，大家会担心嘛，大盘已经在高档了，会不会过热？然后呢，又更担心的是，大家都说散户比较容易会被割韭菜。但是呢，其实，在冠宏你的书里头有特别提到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棒的是，你有说，其实我们散户呢是有一些法人不具备的优势，我们该怎么来好好善用呢？我们都知道法人很强，他们很专业，那他们的资金量很大，那他们的这个资讯一定又比我们更多。那我们散户有什么优势可以来做运用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可以更有耐心的去等待一个股票的利多。就像我刚刚讲新美琪这个例子，我可能是提前2-3年就去做布局，那随着它的价值面慢慢反映出来，我可以用我的时间跟耐心去换取到我要的报酬。那最后也是好几倍的投资收益，其实也不差。那第二块就是散户的资金小，但我们换个角度来想，法人大资金他就没办法进到这些小股本甚至比较冷门的公司，因为他们会有流动性的问题。对。那可是对我散户来讲，我就不用担心，他每天成交量可能只有几十张，可是我只买得起5-6张，那我就不用担心这个成交量的问题。所以有些公司是法人不会去关注，但你可以提前去做观察的，就像我们刚刚讲这个6方科，他客户的业绩这么好，但是却没有人想要去挖掘它，就因为它相对股本比较小，比较冷门。那再来就是散户有个自由选择的一个优势，因为法人他的交易啊，他可能要遵守 ESG 的选股原则，或者说他一定要市值达到一定规模，可是我散户没有在管这个。我要买什么股票就买什么股票，你可以自由选择。那最后就是我们也可以去在局部上面去建立我们的专业，比如说像我自己在营建股，我就认为我可能分析能力我不输给这些券商，或者这些市场的参与者，那我就可以在这边找到我的优势，
那我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属于我的这个布局，那我就有机会在这个市场上面去打败大盘。今天呢，冠宏带来你的新书哦，就散户赢过大盘的机会，叫逻辑投资。这本书到底告诉大家什么呢？我觉得这本书就想要表达，我也是一个散户，然后最后也是靠着投资有了一个新的选择的机会。对，我也希望读者可以看完这本书之后，挖掘一下属于自己的优势，然后找到自己的投资机会。然后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我在最后一章节有讲，我希望大家可以享受投资这件事情，是我们可以把投资当作人生的一部分，那不要就只是金钱的游戏，其实投资可以是人生的一个旅程中最美丽的风景。是，今天非常感谢冠宏来跟我们分享，谢谢你，谢谢好认真的做功课，谢谢。